对抗联邦军的尖锐利爪，梅萨和加尔松宗设定解析，源自吉翁血统的游击尖兵登场，机动战士高达，闪光的哈萨维，设定和剧情解说。机体型号 Mi-02 RF-01，梅萨 F-01型，是反抗联邦武装组织马夫地于 UC-0105年所装备的一款主力机动战士。该型机动战士由著名军工企业阿纳海姆电子公司开发，依靠这家公司在机动战士开发上所具备的顶尖研发能力，让马夫地在拿到梅萨后就有了对抗联邦军的实力。尽管该公司也是联邦军的主要供应商，但并不影响阿纳海姆电子公司也为联邦军的对手提供服务。当然，为了避免给马夫地的机动战士过于招摇，在给梅萨设计时就参照了新吉翁势力的机动战士，因而使得梅萨在造型上的一些特征就与过去新吉翁势力使用的机动战士比较相似。而这些特征最显著的地方，便是头部的单眼摄像机和右肩上圆润带有尖刺的肩甲，这样通过固有印象去引导外界不要有过多的联想，而且还能利用之前给新吉翁生产机动战士的产线，减少额外投资来降低梅萨的成本，从而满足马夫地装备少量机动战士的需要。不过梅萨也没有完全参照新吉翁机动战士的设计，像是在胸部位置的进气口采用的就是联邦军机动战士惯用的设计。而在性能方面，梅萨作为有23米高的机动战士，其各方面的性能表现均足以比肩联邦军的主力机型，特别是全身在包裹了一层厚重的重甲以后，从整体看上去显得梅萨十分强壮。虽然给人的感觉有些笨重，但梅萨的机动性能并没有因此变得低下，像背部和腿部的推进器输出的推力就很强，所输出的推力要比同期还在使用的加普兰高出 30%。尽管动力输出的功率不足以让梅萨长时间在大气层中飞行，但能直接从地面返回到空中，并且让梅萨在高空中拥有一定的机动能力进行战斗。而为了让梅萨更好的适应在大气层中作战，还专门在梅萨的后腰处增加了一对矢量尾翼稳定器。这对看似后腰裙甲的部件，其在展开了以后，就能方便梅萨在高空中调整姿态和空气制动，这样梅萨从高空中往下坠落的过程中，就不会像自由落体那样无法制动任由敌方攻击，完全有能力在空中与敌方周旋展开战斗。而除了机动能力上有所提升之外，梅萨的驾驶舱也较过去的机型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其驾驶舱采用的是全周天的结构设计，直接将驾驶员的视野范围提升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程度，然后在探测设备和传感器的辅助之下，就能让梅萨的驾驶员在驾驶的过程中非常迅速且清晰地感知到周围环境的所有情况。一旦捕捉到敌方目标，很快就显示在驾驶员视野相应的方位并做出提醒，这对于提升驾驶员战斗的反应速度极为有利。而值得注意的是，梅萨的驾驶舱所安装的位置也跟多数机动战士大不相同，直接就将驾驶舱挪到了头部这个位置，因而进入驾驶舱的舱门就设在了头顶这个位置。虽然在这个位置不像躯体部分有厚实的装甲提供防护，但头部投射的面积很小，反而不容易被攻击命中。所以驾驶舱在挪到头部了以后，并不会让驾驶员的生存几率因此而降低。而在武装方面，梅萨的头部左右两侧还装有6门火神炮，来用于在近距离的范围内对敌方机动战士发挥牵制作用，而且还能通过高密度的攻击输出击破对方头部的摄像机等电子设备，使其失去战斗力。其他所携带的主要武器则是一把阿纳海姆电子公司专为梅萨开发的光束步枪，该枪的枪管比较长，可对中远距离的目标进行精确射击，为此还在枪上安装了瞄准镜，用于支持梅萨对中远距离的目标进行狙击，而且所输出的攻击威力很强，仅凭一发攻击就能贯穿一座大型建筑。为了便于补充，该枪使用了与拮钢 A 型相同的 E-Pack， 在使用完后直接更换备用的 E-Pack 即可，而且必要时还能从对手那里获得补充。同时在左手还配备了一款大型实体盾牌，该型实体盾牌的防护水平很高，面对实弹攻击几乎没有太多压力，也能够防护机动战士光束步枪的数次正面攻击而不被击穿。基本上梅萨依靠这个实体盾牌，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应对多个敌方机动战士发起的攻击，而且盾牌内还带有光束军刀，可随时拿在手里用于与敌方机动战士展开近战。而梅萨所使用的这款光束军刀，也是为了便于得到补充而没有选择全新开发，而是选择了跟联邦军的拮钢 A 型同款的光束军刀，这样无论是光束军刀还是光束步枪的 E-Pack， 马夫地都能随时随地从对手联邦军那获得补充，从而有利于对联邦军进行长期游击作战。而除了光束军刀之外，
这个实体盾牌还留有空间内置 E-Pack， 以便进一步增加梅萨的携带量，从而提升持续作战能力。不过基于以上这些装备，马夫蒂在面对联邦军现役的机动战士时，并不会在性能上占据优势，所以在更多时候，马夫蒂要依靠驾驶员的能力和战术配合来取得战斗胜利。而负责驾驶梅萨 F01型的驾驶员加乌曼诺比尔，便是身经百战且水平优秀的王牌驾驶员。他的驾驶水平在帮助哈萨维摆脱联邦控制的这场战斗中就得到了体现，也就是按照哈萨维与马夫蒂对接人员所联系的那样，由加乌曼诺比尔驾驶梅萨袭击哈萨维所在的酒店，由此引发一场混乱，给哈萨维创造逃脱联邦控制的机会。尽管联邦军驻扎在达沃地区的金伯利部队立即做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凭借数量优势迅速拿下加乌曼驾驶的梅萨，直到双方交手了数个回合之后，才由联邦军的新型机佩涅罗佩打破了战斗形势。很快，加乌曼诺比尔驾驶的梅萨就被击中，在推进器动力不足落入地面了以后，最终在地面作战因寡不敌众而落败。就这样，驾驶员加乌曼诺比尔被联邦军金伯利部队逮捕，使得这场协助哈萨维摆脱联邦控制的作战行动就此宣告了失败。于是哈萨维不得不就此做出了调整，也就是小心谨慎配合刑事警察机构和联邦军的调查，去争取机会快速摆脱掉联邦的控制后回到马夫蒂，然后再想办法营救回被捕的加乌曼诺比尔。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斗除了加乌曼诺比尔驾驶的梅萨 F01型之外，还有一款型号为 Mi02， 而 F02 的梅萨 F02型也参与到了这场解救哈萨维的作战行动。跟梅萨 F01型相比，梅萨 F02型从外形到内部基本上跟梅萨 F01型相一致，有所差别的地方在于腿部增加了辅助推进器，这让梅萨 F02型在空中悬停的时间得以增加，以便自身更好的在大气层中与敌方机动战士展开战斗。另一个就是梅萨 F02型还有携带过布雷装备，可用于执行一些特定的战术任务。至于常规战斗用的武器装备，梅萨 F02型跟梅萨 F01型一样没有区别，而马夫蒂里负责驾驶梅萨 F02型的驾驶员分别是芬萨梅恩和高尔夫这2名人员，所驾驶的梅萨 F02型分别是3号机和4号机，2人作为马夫蒂的正式驾驶员，至今与联邦军的战斗表现都相当出色。而到了后来，联邦军有一艘潜艇在侦察时被马夫蒂发现，他们2个便驾驶梅萨 F02型前往了这艘潜艇的所在位置，去将这艘潜艇摧毁，避免信息泄露到联邦军的指挥部。虽然较为顺利地摧毁掉了这艘潜艇，但这艘潜艇还是成功把相关信息传了出去，让联邦军掌握到了马夫蒂的情报。而且恰巧阿纳海姆发送的新型机即将送到地球，于是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好不容易刚回到马夫蒂据点的哈萨维不得不冒险提前去到高空中接收新型机。于是在做出了相应准备后，就开始了接收行动。而用于执行此次接收行动的机动战士便是型号为 Mi02 RFC 的梅萨 F 型 Naked 指挥官型。该型梅萨相当于是用指挥作战的队长机型，因此为了便于联系属下单位进行指挥作战，对机体上搭载的通讯系统进行了加强，所以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头部位置新增了一根通讯天线。剩下的除了机体外观涂装有所不同之外，后备装备的是适合在太空中使用的推进器背包。该推进器背包源自以前的老旧机型基拉祖鲁，但有在其基础上有做了一定程度的优化改进，所以推进器的喷口和两侧的部件等一些地方存在着差异。还有就是后腰位置这个部分，相比于前面的梅萨机型有所变化，这是因为此次行动是在太空中进行，因而适合在大气层中使用的矢量尾翼稳定器就没有选择安装，由此尽可能避免发生意外的碰撞，影响到在太空中的对接，所以包括右肩上的肩甲和武器装备都没有携带。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哈萨维在完成接收后会改驾驶新型机，使得这架一直由哈萨维负责驾驶的梅萨需要安排另一名人员负责驾驶，以便返回到马夫蒂的基地，而这名人员便是艾美拉尔达祖宾。不过他并不是正式的机动战士驾驶员，受过去经历的影响，他在驾驶机动战士时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然而此时马夫蒂为了应对联邦军随时可能发起的进攻，使得马夫蒂其他机动战士驾驶员需要做好战斗准备，无法前来执行此次新型机接收行动。但好在艾美拉尔达祖宾克服了自己的心理压力，成功操作梅萨抓住了运载新型机的运输舱，让哈萨维得以从梅萨驾驶舱进入到运输舱内部。就这样，在拿到了新型机以后，艾美拉尔达祖宾便驾驶梅萨 F 型 Naked 进行返回。
而哈萨维则驾驶新型机与联邦军展开了战斗。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架梅萨 F 型 Naked 在执行接收行动时，是乘坐名为加尔松宗的飞行载具飞上了高空。该飞行载具是马夫蒂用于长距离运输机动战士的重要工具，其体积十分庞大，所设置的运载空间最多可容纳2架机动战士。当要搭载2架机动战士时，加尔松宗的尾部扩展板就会展开，从而增加空间，多容纳1架机动战士出击作战。然后这2架机动战士按照前后布置的方式进行搭乘。就这样，在加尔松宗航行到预定目标区域的时候，所搭载的机动战士就会从高空中脱离，转入战斗状态，而加尔松宗则暂时脱离当前区域，避免自身卷入战斗，直到机动战士完成作战任务，再由加尔松宗返回到目标区域进行接应。而加尔松宗能拥有如此灵活的作战方式，得益于在周围一圈设置了4个球状的推进器，来为加尔松宗提供强劲动力进行长距离机动，而且机动方式十分灵活，既能像直升机那样垂直起降和悬停，也能像固定翼飞机那样高速飞行。可以说，马夫蒂在有了加尔松宗之后，与联邦军展开游击作战就变得更加游刃有余，并且在加尔松宗的尾部还设置有推进器的喷口，可在短时间内让加尔松宗进入到高速状态。接着，在正前方突出的这个部分便是加尔松宗的座舱，其座舱内的布局看上去与大型飞机的驾驶舱比较相似，包括机组人员也是沿用了3名人员的配置，连同驾驶席的布置方式也是如此，并且驾驶席还使用上了大尺寸的触摸显示屏，该显示屏能将各方面的信息进行集中显示，十分有利于提升机组人员在接收信息后的反应速度。对比之前载具座舱的分散式仪表布局，加尔松宗的座舱在整体上就显得十分先进。此外，加尔松宗上还配置有武装，这其中在座舱底下安装有1挺机炮，可像武装直升机那样在低空时打击地面目标，同时还设有3座炮塔分布在左右两侧和底部，可在遭遇到敌方作战单位时发挥防卫作用。不过，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加尔松宗在战斗之前都会进行脱离，所以一般情况之下，加尔松宗不会与敌方直接接触发生战斗。需要注意的是，马夫蒂准备在高空中接收新型机时，还给搭载梅萨 F 型 Naked 的加尔松宗加装了火箭助推器，由此来使加尔松宗具备跨越大气层进入到太空的能力。由于加尔松宗不是跨越大气层的飞行器，加上所发射的场地选择在了海上，不像专用的发射场有足够的保障，同时是否能顺利返回也是一个未知数。因而在哈萨维提出这样一个方案时，就让周围的人就觉得该行动方案的风险极大。但是马夫蒂眼前只有加尔松宗可供使用，所以只能冒险以加尔松宗追加火箭助推器的方式来完成前往高空中接收新型机的作战行动。于是在加尔松宗的驾驶员雷蒙德·凯恩的精心准备下，这架加尔松宗依靠火箭助推器提供的巨大推力，很顺利地从海面上升空后飞向了太空。而之后的升空过程就跟过去使用过的航天飞机一样，也就是当加尔松宗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追加的2级火箭助推器会先后分离，由此减轻加尔松宗的质量，从而顺利进入到预定的轨道高度。而在这之后，加尔松宗上搭载的梅萨 F 型 Naked 抓住机会靠近了搭载新型机的运输舱，就这样成功让哈萨维拿到了新型机，完美的完成了此次作战行动。